以前的传统的老医师啊，都喜欢把那个柱心啊做得大大的，超级大，这样子影响到齿质，牺牲掉很多的齿质。三宝给科工具器，咖喱器器假巴黎。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师吴医师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自体牙医子的 case 啊哈，影片我们也有介绍啊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况是怎样呢？它的状况啊，一开始来就是左边下面那一颗有一颗牙套，里面牙齿裂掉，刚好它右边下面有一颗智齿，那我们就想说能不能把它右边下面的智齿移过来哈，我们看一下它怎样的裂掉。你看一下哦，它这一颗我们把它放大之后啊，有没有看到一个裂痕？哇，都是这里，就是这里裂掉。以前的传统的老医师啊，都喜欢把那个柱心啊做得大大的，超级大。好这样子影响到齿质，牺牲掉很多的齿质。这样子的会让整颗牙齿的受力啊会变得更脆弱。就像你的柱子啊，就像我们盖房子有4个柱子，你的柱子变得细细小小的，你支撑力够吗？都不够，所以剩余的齿质是很重要的。就是以前比较老的医生都喜欢把柱心做得很大，所以我们柱心可以用，可是像我们像下颚的话，我们都会把柱心放在后面，后面的牙根通常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有些医师判断没有判断好，就把你看那个前面那个柱心就会比较大。造成前面的牙齿裂掉了就是它上面这一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假牙裂掉那一颗，下面那一张图就是它智齿那一颗啊所以那一颗基本上是用不到了，所以我们就建议它有2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智齿拔掉，那个智齿拔掉移过来，它裂掉那一颗；第二个方式就是那一颗单纯拔掉植牙。他选择自体牙移植，就是把它牙齿移过来，这是我们的手术过程啦，就是把智齿拔过来，然后把它种进去，然后包巴掌，把它包起来，固定起来。因为拔掉之后里面的神经会烂掉，所以我们把里面的神经抽干净、清干净，用显微镜的方式把它清干净。因为智齿有时候变异度比较大一点点要确保它能清干净我们用显微镜好，这是前后的比较图。治疗前、治疗后上面那一张是治疗前，下面那一张是治疗后。我们就是把它智齿移过来然后放进去，有知道吗？差别在哪里吗？前后本来裂掉的地方就改善了这是治疗后的状况这样大家知道吗？我们也有采访那个患者你可以听一下他的分享。在最之前的时候，你有听过自体牙移植的方式吗？没有。那当医生告知你说你可以用这种治疗方式，你的想法是觉得这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那你自体牙移植手术已经几年了？大概2年半。手术的过程会可怕吗？应该是还好，因为就是有麻醉等等的，当时应该是还好。那术后的感觉？刚开始有点不习惯。不习惯是指说，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是有点不舒服，可能刚准备好，我还是有来过几次手术，医生帮我做一些调整之类的。目前使用2年半，跟其他牙齿相比的时候，会觉得牙齿的使用上有不一样，还是说跟自然牙是有落差？只有初期的大概3个月吧，有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跟自然牙相比，之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对，那你会推荐给其他病患，就是说，如果能做自体牙移植手术，会推荐吗？我觉得这是个人决定我不会说推荐或不推荐，但我个人感受还好。好 ，OK，好，最后呢，请大家按赞、分享、加订阅，谢谢，拜拜。